便宜货并不是美国梦的全部，这只是表象，背后隐藏着更大的阴谋。美国近期的关税政策看似简单，实则暗藏玄机，而这一切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，一个奠定美元霸权却也埋下隐患的国际货币框架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如果看不懂其中的逻辑，可能连自己的财富都保不住。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来龙去脉，美元霸权如何形成，美国为何宁可自损也要推高关税，以及这场博弈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深远影响。信息量巨大，建议认真看完，可能会改变对未来投资的看法。关税背后的真相。在美国公布新一轮关税之前，美国财长已经多次公开讲话，提前给民众打预防针。这些讲话的核心意思是，这次加征的关税大部分成本将由美国民众自己承担。这听起来有些矛盾，既然加关税会推高物价，冲击股市，美国为何还要坚持这么做？答案在于美国现任领导人的核心目标，兑现竞选承诺，让制造业回流美国，重振美国优先的荣光。美国现任领导人的目标是让制造业回流，但这一目标能否实现尚不确定。然而，这一过程中，美国的每一步努力都在动摇美元的霸权地位。美元霸权是美国的命根子，为何美国宁可冒着失去它的风险也要加征关税？答案在于，美元霸权这条路本身已经走到了尽头。即便不加关税，美元的地位也迟早会受到挑战。因此，美国宁可付出代价，也要将制造业拉回正轨。要理解这一逻辑，必须从美元霸权的起源说起，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。布雷顿森林体系，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什么？简单来说，它是二战后建立的一套国际货币体系，奠定了美元作为全球通用货币的地位。1944年，44个国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会议。当时，全球经济一片混乱，各国货币汇率波动剧烈，国际贸易几乎停摆。为了让世界经济恢复运转，布雷顿森林体系制定了2条核心规则：一、美元与黄金挂钩，美国承诺1盎司黄金可以兑换35美元，美元的价值直接与黄金绑定，美国必须有足够的黄金储备来支撑美元的信用。二、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，各国货币的汇率固定在美元上，例如1英镑兑换 4.03 美元。如果汇率波动超过 1%， 各国央行需通过买卖本国货币进行干预，以维持稳定。用生活化的比喻来说，美元就像一个大超市发行的购物券，超市老板美国承诺购物券随时能换黄金储备，而其他国家顾客必须先用自己的货币换购物券才能买东西。各国有理由相信美元，因为美元背后有黄金支撑，各国货币通过美元间接与黄金挂钩，汇率得以稳定，国际贸易也顺畅展开。美元为何成为核心？二战后，美国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。经济实力，美国占全球1半以上的工业产出，经济实力无人能敌。黄金储备，1940年代末，美国持有全世界 70% 的黄金储备，堪称黄金之王。政治稳定，欧洲被战争摧毁，苏联因意识形态不同难以被信任，美国是唯一可靠的经济体。因此，美元顺理成章地成为国际贸易的通用语言。例如，法国要购买日本的货物，先用法郎兑换美元，再用美元支付日本，日本再将美元兑换成日元。美元作为桥梁，确保汇率稳定，各国在做生意时心里有底。为了让这一体系顺利运转，会议还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。IMF 负责监督各国汇率，必要时提供贷款以稳定货币，世界银行则负责战后重建和经济发展贷款。
从1940年代到1960年代，布雷顿森林体系推动了全球贸易的暴增，经济快速恢复，被称为战后经济的黄金时代。然而，这个体系存在一个致命问题，经济学家特里芬 Robert Triffin 称之为特里芬困境。全球贸易增长需要更多美元，美国必须通过贸易逆差或对外援助，如马歇尔计划输出美元。但美元与黄金挂钩，输出过多美元会导致美国黄金储备不足，其他国家会质疑美元是否还能兑换黄金。到了1960年代，问题逐渐暴露，美国黄金流失，因朝鲜战争、越南战争及国内福利开支，美国黄金储备从200多亿盎司下降到不到100亿盎司。各国挤兑黄金，法国、德国等国家对美元失去信任，拿着美元去美国兑换黄金，给美国带来巨大压力。美元泛滥，美国输出的美元过多，导致全球通胀，美元购买力下降。1971年8月15日，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，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崩溃，全球进入浮动汇率时代。尽管体系崩溃，美元的霸权地位并未立即动摇。各国已习惯用美元结算，随后通过石油美元体系，石油交易必须用美元，进一步巩固了美元地位。IMF 和世界银行至今仍在全球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。布雷顿森林体系让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，即使它崩溃，美元地位依然稳固。1970年代，美国通过与沙特等产油国达成协议，确保石油交易用美元结算，形成了石油美元体系。全球对石油的需求使得各国必须持有美元，美元的国际地位进一步强化。但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，各国要进行国际贸易，必须持有美元。美元从何而来？美国不会无偿提供，各国需通过出口产品和服务到美国来换取美元。如果美国对某国产品不感兴趣，该国可以通过压低本国货币汇率来提升价格竞争力。例如，某国生产效率仅为美国的1/10，它可以将汇率压低10倍，使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具有竞争力，从而换取美元。这就是美国人工成本看似高昂，而其他国家人工成本低廉的原因。美国也默许各国通过汇率贬值换取美元，因为它需要通过贸易逆差向全球输出美元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如果美国不让各国赚取美元，各国为何要用美元作为国际支付货币？美元霸权的好处。美元的国际地位让美国民众的生活水平远超其实际生产能力。用经济学公式看， GDP 等于总消费加总投资加净出口。美国长期保持贸易逆差，净出口为负，若投资不变，总消费必然高于非投资 GDP。 举个例子，假设美国和中国各有100人，各生产100份产品，中国为了换取美元，向美国出口10份产品，结果是美国生产100份却消费110份，中国生产100份却只消费90份。美国仅因美元地位，生活水平高出20%。更夸张的是，美国能通过美元收割全球。例如，通过通胀导致美元贬值。假设中国用10份劳动换取10美元，但美元贬值后只能换回5份劳动。由于各国必须持有美元储备用于国际支付，这种隐形收割持续且难以避免。美元霸权的代价。尽管好处显著，美元霸权的代价也很致命。各国可以通过压低汇率摧毁美国产业的竞争力。
无论美国在某个产业效率多高，其他国家都能通过汇率手段抢占市场。二战后，美元对发达国家汇率大致稳定，但对小国弱国的汇率不断升值。小国生产效率低，必须持续贬值才能换取美元，发达国家有优势产业，可与美国互补。但若某国通过汇率占据过多产业优势，美国会逼其升值，例如日本的广场协议。因此，美国的策略是放弃低端产业，保住高端产业。低端产业并非美国主动放弃，而是为了维持美元国际化不得不让步。二战前，美国是全球第一制造大国，钢产量超全球总和。但为了输出美元，低端制造业逐渐流失。美国面临二选一，这一策略本可继续，但中国的崛起打破了平衡。中国拥有全品类产业链，从低端到高端都在快速发展，甚至在高科技领域对美国构成挑战。这迫使美国在制造业和美元霸权之间做出抉择。要想让制造业回流，美国必须抬高外国产品在美国的售价。方法有二：逼迫对方货币升值，如日本的广场协议，或加征高额关税。美国高层并不在意这是否会推高国内物价。正如美国财长在接受 NBC 采访时所言，美国梦不取决于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，而在于实际的工资增长。本周公布的关税规则还堵死了中国的转口贸易路径。若中国将产能转移到其他国家，那些国家的贸易顺差会上升，美国将根据算法提高对那些国家的关税，导致中国企业的投资可能血本无归。中国的强硬反制。面对美国的关税攻势，中国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，以最快的速度实施了对等反制，宣布对美国商品加征高达 125% 的关税。这一果断回应背后，是中国已经没有妥协空间的现实。据最新消息，川普政府在2025年4月11日确认，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的总关税税率已高达 145%， 包括此前因芬太尼问题加征的 20% 关税，以及近期宣布的 125% 关税。这一税率意味着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几乎失去了竞争力，是中美贸易战升级的标志性事件。川普上台后，累计对华加征的关税已大幅攀升，加上第一任期的政策，综合税率从最初的 34% 逐步提升至如今的 145%。这已经不再是正常的贸易行为，而是意图彻底切断中国对美出口的生存空间。外界有人提出，中国或许可以通过人民币贬值来对冲高额关税，但这种想法并不现实。首先，145%的关税需要人民币贬值到何种程度才能抵消？以简单计算为例，若中国商品原价100美元，145%关税后需支付245美元，人民币需贬值超过 60% 才能抹平差额，但如此大幅贬值会引发国内通胀和资本外流，代价巨大。其次，美国的目标明确就是要抬高中国产品在美售价，若中国通过贬值降低价格，美国完全可以进一步加征关税，将价格优势再度抹平。更关键的是，中国正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目标。继续让步，维持对美顺差已经得不偿失。赚取的美元能买什么？低端产品中国可以自产，高端产品如芯片受到美国出口管制的限制，无法购买，最终只能用来采购农产品和能源。而这些资源，中国完全可以从俄罗斯、巴西等国进口，并通过人民币结算，逐步摆脱对美元的依赖。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4月11日表示，尽管关税战没有赢家，中国仍对与美国谈判持开放态度，但前提是基于相互尊重和公平。中国财政部更是直言，145%的关税严重违反国际经济和贸易规则，是单边霸凌行为，并警告若美国继续损害中国利益，中国将坚决反击到底。
因此，与其继续忍让换取一堆逐渐失去价值的废纸，中国选择了直接掀桌子，展现出与美国硬碰硬的决心。125%的反制关税不仅是对美国政策的强硬回应，也是在全球贸易格局中重新定义自身地位的重要一步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国财政部在声明中暗示，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对等加征关税，未来若美国继续提高税率，中国可能转向其他反制措施，例如进一步限制美国企业在华运营或调整出口管制政策。掀桌子后，中美双方都需承担代价。对中国而言，代价是对美出口受阻，可能导致劳动力过剩，但这可以通过减少超负荷工作，例如打击996来解决，平均降低工作时间即可吸纳多余劳动力。美国的代价更为严重，失去美元的国际支付地位。各国因高关税难以从美国赚取美元，必然寻找替代品，这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机会。当各国发现与第一制造大国中国做生意可用人民币结算，不再需要美元时，当美元支付被多边货币取代，各国抛售多余美元储备时，美元的庞氏骗局将无法维持。届时，美元霸权可能彻底崩塌，一个人民币国际化、中华崛起的时代或将拉开序幕。川普最近回应称，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振兴商业和就业，尽管过程艰难，但必须坚持，最终结果将是历史性的。美国面临挑战，中国亦无退路。全球格局正在巨变，普通人更需在投资市场做好应对。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，这次关税和反制是趋势性的，会带来基本面变化，建议根据基本面谨慎做出长期投资决策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